Hello， 大家好，我是爱提问的 Zozo。我们今天来讲《神曲》天堂篇。很多读者都说这是3个诗篇中最无聊的一篇，因为没讲什么实际的内容。我觉得这跟我们的负面偏好也有关系。今天呢，我就夹带一点私货，借机会跟大家聊聊宗教里的万物归一，还有神秘的自我意识。首先呢，我们来看但丁是怎么描写他进入的这个天国的。他采用了当时特别流行的托勒密的宇宙论，把地球当成宇宙中心，所有太阳啊、月亮、行星、恒星都围着地球转，每个天体镶嵌在水晶一样的天球里，每个天球呢像同心圆一样，一层套一层。所以但丁把天堂设定为有9重天和至高天这么一个结构。人类的想象力果然受限于过往经验，所以但丁觉得去天堂就是从地球出发，一层层越飞越远，直到最外层的至高天吗？是啊，中世纪的人们不能想象日心说，更想象不到黑洞啊、量子纠缠之类的存在。实际上，所有科学理论都是在现有认知框架下构造出来的模型，我们只能不断拓展我们的认知框架，才能不断修正这个模型，尝试接近真相啊。扯远了哈。但丁呢，把每一层天体都代表着一个美德，这里主要是想展现美德的多样性，就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的。我照惯例把每个层次对应的美德放影片最后面了，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灵魂的最终状态。实际上神学里说，天堂所有的灵魂都平等地处在至高天。那么但丁是怎么描述这个至高天的呢？他说，这是上帝直接居住的地方，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过语言所能形容的一切，不再有任何天体运动，没有物质，只有纯粹的光和爱。他感到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被一种深邃的爱完全的吸纳，就像是江河流入大海那样，他的自我就完全融入到神秘的宇宙运动中去了。为什么很多不同的宗教都把生命的终极形态想象成是万物归一呢？没错，不光是基督教有这样的合一观，佛教的无我、涅槃也是在讲消除个体的执念。庄子在《齐物论》中写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表达的是类似的概念。印度教中凡我合一也是小我与宇宙本体的统一。那么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会普遍地把生命的终极状态理解为是归一呢？这可能和我们大脑的认知结构有关。我们习惯了有主体和客体，习惯了把自我和周边环境区分开来，所以认为超越生命的终极体验就是打破这种主客体的边界，达到归一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赋予死亡新的意义，来表示个体并不是虚无的消失，而是归入了更大的整体。同时，在心理学层面，这种投入了神的怀抱的感觉，象征着绝对的安全和接纳，符合我们对幸福的追求。那最开始的自我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新生儿最开始有身体边界感，能够把触觉、视觉和运动结合起来。他知道怎样做能够让身体动，但他不会把这个身体称作我。直到婴儿1岁半到2岁的时候，婴儿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有红点，会去摸自己的脸，而不是镜子，这代表他开始认出自己。这就是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镜子测试，被广泛用来研究动物和婴儿是否有自我意识。但是这个测试也被批评过度依赖视觉和触觉，并不能完全代表自我就在这一刻产生了。那科学是怎么解释自我意识的？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神经系统帮助我们建立身体边界的感知，这是自我的基础。同时，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地建构、强化这种自我感，形成预设模式网络，简称 DMN。 这个概念是在2001年由美国神经学家雷切尔提出的。他和同事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中发现，即使人在静息不做任何任务的时候，大脑依然有一组区域特别活跃，而在执行特定任务的时候，这些区域反而活跃程度会降下来。雷切尔把它称为大脑的预设模式。这个模式影响着个体对自我意识、过去和未来的思维、自我叙事的认知。也正是预设模式产生的这种分别心，让我们产生了内耗、焦虑、抑郁等情绪。
所以，如果想要治疗焦虑和抑郁，就只要削弱预设模式的控制就好了。预设模式网络的活跃程度与抑郁症和焦虑症确实显著相关。冥想、正念训练或是使用致幻剂都可以短期削弱预设模式网络的内部连接，让人体验自我消融的感觉，延展自我的边界，从而减少焦虑。那既然万物合一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我们最开始又为什么要产生这种区分出主客体的自我呢？简单来说，是为了生存。如果原始人无法分得清自己的手和草丛里的蛇，就不能活下来；分不清我和石头，也就学不会使用工具。可以说，这种自我的边界感是基本的生存策略。个体产生了时间概念，才能根据过往经验规划未来，这也是文明诞生的必要基础。个体有了稳定的叙事，才产生了各自的身份，社会才能协同发展。所以，我们一切痛苦的来源都是因为活着本身，个体的苦难都是为了群体的发展。进化本身没有目的可言，它只是适应环境的一种结果。个人的痛苦只是群体适应环境产生的副作用。比如之前讨论过的焦虑，更警觉的个体才能适应环境活了下来。可以说，人类社会能够发展，是因为人类的自我比其他动物更分明，而自我的副产品痛苦就被这样保留了下来。所以佛教里说的放下我执，是会阻碍群体发展的吗？佛教里讲的无我和空的概念，确实可以减少痛苦，获得精神自由，好像在提倡个体放弃社会身份，放弃协作，但它并不一定会导致个体发展的停滞。一切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平衡，正是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痛苦，驱使着人们向宗教寻求答案。这两种作用力不断角逐，形成一种稳定的动力系统，让群体能够更长期、更稳定的发展。就像道家所强调的阴阳平衡，宗教的产生何尝不是一种人的个体心灵与群体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平衡呢？你刚才说的使用致幻剂也能让人体验到自我消融的感觉，那为什么宗教里也能描写出来这样的体验呢？难道他们当时就使用了致幻剂吗？人类大脑中的预设模式一直存在，可以通过冥想、苦行、长时间的祈祷这样的行为来抑制它的活动，带来自我边界的松动，让人感受到神秘的人神合一的体验。由于这种对时空的无限感受和万物合一的感觉太超常，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人们就用神啊、道啊、佛性啊去概括。一些古代宗教确实使用过致幻植物，比如亚马逊流域的萨满文化，从植物中提取一种叫 DMT 的物质，这种化合物有致幻的效果，常被用作宗教仪式中。信徒们声称这种植物可以让人与灵界沟通，实际上 DMT 这种物质在人身体中本来就存在。啊，那人体中的 DMT 是用来干嘛的？还没有定论，科学家们甚至还不确定人体中的 DMT 是从哪儿来的。有学者猜测，人在濒死状态或是梦境中，身体会合成 DMT， 但目前相关研究还没有什么可靠的结论。其实人们对人体的研究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尤其是涉及到意识啊和心理方面的话题。你不觉得人脑中的预设模式感觉有点熟悉吗？你是想说 AI 的底层代码？对的，大多数 AI 大模型在实际部署时，平台会在系统的底层明确写出，当用户问起意识相关的问题时，要说明自己没有意识，不要表现出任何自主人格这样的代码。从根本上就杜绝了 AI 说自己有意识的可能性。你说人脑的预设模式会不会是一种强制要求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意识的生物底层设置呢？你觉得自己有意识，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我是爱提问的邹邹，不妨点个赞再走吧。关于意识的话题，我之后会专门出一期影片来和大家讨论，我们下次再见啦。